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又差点忘了大事儿，中药盒。最近玩 N8N 实在是玩的有点有点恍惚了啊。但 N8N 确实挺好玩的。今天的叫什么会员节目也没录，因为 N8N 反正对于非程序员还是不是那么友好啊。但是像我们这种做过程序员的人呢，就会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所以继续装药盒啊。但 N8N 这种东西，你就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德国人的思路跟这个普通人还是有点小差别的啊，不太一样。就是我试了 COS， 试了 DeFi， 然后呢，到了 N8N 这儿就发现居然是这样的，而且这几天去用这个Grook 40709这个版本，强的可怕，同志们，真的是强的可怕。用的越多越觉得实在是恐怖啊。而且现在这种就是你给它很复杂的指令，这个输出的效果是相当的好啊。我现在把一些原来在 DeFi 上用可能5、6家公司的大模型凑出来的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个流程，现在放到 N8N 上，然后统一用 Grook 40709全搞定。哇，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爽啊！对，我还没看看我这几天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啊，这个在 XAI 上肯定还是花钱的。可以用 N8N 做什么好的应用吗？它 N8N 是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它的思路呢跟原来的 DeFi 和 COS 不太一样啊，这东西压根儿就不是给普通人用的，对吧？所以呢，它里头有什么？比如一上来就是你这个项目要怎么启动啊？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项目要像聊天一样启动，那没问题啊，你就是给你一个对话窗口就完事了，你就可以跟他聊天了。你说我这个呢是定时启动啊，你比如说每天几点定时启动，启动完了以后呢，你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昨天晚上收到的所有邮件呀，Slack 上面所有的消息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论坛上啊，一些这种日历里边的消息都读出来，读完了以后呢，去统计分析，然后再找一下今天的一些新的新闻啊，什么时事热点啊，你关心的，然后凑一封早报给你发邮件发出来啊，说那个主人您好，您今天约了哪些人啊，见了哪些事儿，然后昨天呢有哪些邮件找您，然后今天早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干这种事儿啊，而且干的还挺利索，对吧？或者说，咱们今天做一个这种问卷吧。本来我是说做个问卷，然后呢，做完问卷以后呢，你比如在谷歌上做问卷吧，它就每一个人填完表呢，就会进入到这个叫什么里头来着？进入到一个 Google 的那个 data sheet 啊，就是这种谷歌的这种。叫做类似于 Excel 的这种表格里，然后呢，这个 N8N 就允许你干嘛呢？就是说，我们监控这个谷歌的data sheet，只要发现有这个行增加了，或者呢是 update 了，我就启动来干点啥，对吧？它可以干这种事情啊，也挺好玩的。这是一方面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叫什么来着？就是它对各种 MCP 啊，各种的什么 API 啊，都支持的非常好啊。
那么在这块呢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它跟原来的这种有一个挺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 AI Agent， 它 AI Agent 的节点下面就是，你可以挂大模型，可以挂各种工具，可以挂数据库，可以挂这个就数据库是做叫 memory 啊，可以挂这个往期的记忆，可以挂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比如说格式输出的这种梳理，什么都可以挂在一块儿。啊，这个还是很棒的啊，也可以挂这个什么各种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RAG 的这种这个矢量库啊，但是它对矢量库的支持不是特别多，这块呢它要比这个 DeFi 要稍微差一些啊，它特别是对矢量模型和这个Re-rank 的模型支持的没有那么好啊，但是呢基本上也都能用，就是它整个的运作方式呢很像这个。就是我前几天做了一期视频讲这个上下文工程，对吧？它的整个的设计方式非常像这种上下文工程，但是呢也比较简陋吧。你像 DeFi 是可能5、6台这个 Docker 啊，就是虚拟机一起来跑，N8N 特别省事，一台啊，而且还特别小，200多兆就跑起来了。你要去装这个叫什么东西 DeFi 的话，5、6台啊，然后呢？可能里头还有几个能够到这个500-600兆的啊，像 N8N 就是一个 Docker 啊，200多兆搞定，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这个是对。这个周日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啊 ？N8N 跟 DeFi 是不是很像啊？很不像这俩东西，对吧？待会儿可以给你看看这个界面，这俩东西长得一点都不像。我一开始以为也是应该很像的东西啊，但是真的是差的老鼻子了。把这个装完了，给大家瞅一眼啊。既然你们这个有人问了，正好呢，我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工作流啊，两边都这个干的活都是一样的，可以给大家瞅一眼。那么肯定用自己部署的，而且像我的话，肯定是部署到这个叫什么呢？肯定是部署到 NAS 上，对吧？这个给大家瞅一个吧，这个这儿啊，好的，走你屏幕，好，来啊，这个是 DeFi，然后呢，干的活呢是干的活就是我每天啊，这个做完视频以后，把视频的字幕扔进去啊，然后我先按照一个大小把它拆开，然后在这里把它转成博客啊，就是在用 DeepSeek V3去循环转成博客，然后呢，再用 Grok 啊 Gemini 啊，再用 Gemini 2.5 Pro 去分段啊，然后再去打标签，做文本的总结是用的 DeepSeek V3。然后呢 ，SEO 的标签和简介生成呢是用的 Gemini 2.5 Pro， 然后小红书标题的话用的是这个 DeepSeek R1，然后呢再拼成一个模板啊，把它拼出来，拼完了以后呢，如果前头输了邮箱了啊，我就再去把这些写邮件需要的东西都凑吧凑吧，然后发邮件发出去啊，这就是我每天录完视频啊，用 DeFi 干的活，这个东西是 DeFi，大家觉得还是就是它的整个的逻辑还是挺清楚的吧？而且呢，它就是你只要是这样分开了以后呢，它都是按照并行来去处理的。好啊，然后我们来看看 N8N 长啥样啊？等一下啊，走你。好，然后走你。啊，这个呢就是 N8N 啊，这个德国人做的东西还是很有趣的吧？就是它这个颜色很奇葩吧，非常奇葩的一个颜色啊。然后我们进去，来，它的这个东西长这样，哎，然后呢，它呢是从这里开始啊，这个开始呢是
一个 form 啊，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窗口，要上传一个文件，我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字幕文件上传上去。然后呢，我在这儿写了一段代码啊，代码里头干的活也很简单了，就是我也有些后边的环节呢是需要纯字的啊，有些呢是需要这个叫做完整的字幕，就是带时序、带这个序号的啊，这个我要把它分开，而且呢，我们上传的文件呢是一个 UTF-8的一个文件啊，我也需要在这儿做一个转换啊，所以在这儿写了个代码。写完代码以后呢，啊，它就是 AI agent 了啊，就这样的。我们就把这个叫什么呢？前面的代码的输出结果写在这儿，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输出结果啊，写在这儿。然后呢，底下就是把这个提示词抄上。提示词呢都是我刚才从这个哪儿去这儿？提示词呢都是刚才我从这个 DeFi 里抄出来的啊。然后就是说，我使用的是谁呢？使用的是这个 XAI 的 Grook 4-0709啊，使用的是它来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我做了一堆的什么小红书的啊，大家看看大一点的，博客全文生成、小红书风格、打标签、章节生成，这个上面是标题和简介，然后所有人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chat model， 你看每一个这个标签下头有一个叫 chat model 的一个链接啊，你都把它连到这个同一个这个点上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他们所有的都干完了以后啊，再把它合并成一个完整的输出啊，然后再去做一些这个代码转换啊，因为输出出来的呢是这个 Markdown 的啊，然后在这边把它改换成HTML 啊，然后再重新拼一下，发邮件搞定，对吧？它这个，所以我说这俩东西长得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啊。而且你看它在DeFi 里头呢，你是每一个工作流开始了以后呢，会有一个开始啊，它这儿没事儿，它这儿可以每个工作流开始可以有一大堆的开始，对吧？你比如说啊，我这儿可以叫触发器啊，你说我这儿再加一个新的触发器，比如说这个从应用事件触发啊，手动触发或者按计划触发，每天触发webhook 就是从外边做这个请求的时候触发，提交表单触发，然后它有好多触发器，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对吧？这个就比较好玩。你比如说这个啊，它叫外部触发啊，它可以干嘛 ？Telegram 啊，它可以做一个 Telegram 机器人，然后 Telegram 聊天的时候，这边就触发干活去了，干完活以后，然后把这个结果输出出来，对吧？或者 Dropbox 啊，这个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变化了啊，它给你去触发去了，它都是允许的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我把这个项目如果改一下啊，我做成这个这个 Dropbox 啊，假设是 Dropbox， 那我就是每一次把一个这个日志文件，比如说这个做了这个是文件啊 ，copy a file 什么 delete a file download move 然后 upload， 比如我每次 upload 一个文件的时候啊，它就可以自动去做后边所有这些事情，是吧？它都是允许的啊。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好玩吧。然后给大家瞅一眼这个啊，这个是这下面就是多触发的，这个下边呢是 MCP server 的触发，对吧？如果有人调了这个 MCP server，然后呢，他调完了以后，他会去调用另外一个这个工作流啊，这个下头有一个叫 CoN8N 工作流工具，然后呢，在这边有一个就是当执行被其他的工作流执行的时候，就可以去干活了啊，他等于这边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我可以跟他聊天，或者是我可以通过MCP server 直接调用它，也可以得到结果，对吧？它是这样空错的一个系统啊，也非常有意思。然后给大家看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就是只有最简单的闲聊啊，这是一个闲聊的这个 AI agent，等于我是先
我看看这边啊，这边是对的，比如说我是先去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进来了，这边呢叫 memory 啊，它能够记录聊天历史，是用 Redis， 你可以用各种东西来记录都没关系。然后呢，我使用 XAI 啊，然后用这个来去做它的聊天的这个工具，然后呢挂上什么呢？挂上这个 MCP 啊，这个挂的是那个 MCP Client 挂的是高德地图啊，然后呢挂了一个搜索引擎，对吧？那么它就可以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了啊，比如说啊，这个北京日式拉面排行榜在首钢园附近有哪些上榜的？回车，哎，你看啊，它上面就一个一个干活去了。先读一下原来的记忆，以前说过这事儿没有？对吧？然后呢，这个啊这边有错啊，这是什么？这个 tools 看一眼，没有啊 ，output face。这个反正还在玩吧，这个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换一个 OpenAI 的，然后 Kimi 吧，Kimi 最近不是出了一个 K2 模型吗？据说是牛的一塌糊涂啊，咱们试试这个，对吧？然后把它重新的排一排，刷新，走你。好，干活去了。然后搜索引擎啊，干活，然后还要调我们的 MCP 服务，然后再去生成，再调 MCP 服务。你看这 MCP 服务上头写了个2。但是它这个有一点比较二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流式输出，所以它就整个做完了，一把全输出出来，对吧？这个是比较好、比较恶心的吧？而且这种东西呢，它不是给你真正当聊天机器人使的，它是就是主要在后台工作的，对吧？你看啊，这个根据什么这个首钢园附近3公里找到的日式拉面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然后比较火的日式拉面啊，然后供参考，还有哪些，还画了个表格给你，对吧？然后总结一下啊，这个叫满面二郎系拉面啊，一家较为代表性的日式拉面。然后你看，这不这活都干出来了吗？啊，大概这个东西是这么来工作的，对吧？挺好玩的吧？然后按 remove， 然后让我溜回来，我要接着装我的药盒。N8N 可以装在谷歌云上吗？最便宜的 VM 也能跑起来，免费。对 N8N 对这个要求非常低啊，你像 DeFi 的话是要求2个核4G 内存能跑起来，然后 N8N 的话是1个核2G 内存就可以跑起来，所以它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 N8N 是自己啊，对自己部署的啊，这个你也想看看，好啊，这个好玩吧？你好啊，老范好，好像是吃2甲双胍双个烈镜3高跑不了，是的。这个肯定的啊 ，N8N 有点像蓝图操作似的。DeFi 是一个流程结构 ，DeFi 像流 ，N8N 像函数调用。哎，这个总结的不错啊。这期节目硬啊，这个也没有，就是稍微给大家看个好玩的东西。因为我最近也确实是花好多时间在跟它费劲啊，然后导致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吧。太硬了，看迷糊了啊！是的，是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有点像自动化控制那种流水图哈，有点像那个玩意儿。然后对我要接着装我的药盒啊，这个
我的二甲双胍还没装进去呢，一会儿也弄个 N8N 玩玩。N8N 还是很好玩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啊。现在呢，我们到 N8N 上就是1.100.1这个版本是 OK 的，但是呢，再往后的2个版本我都跑不对，就是1.101.1啊，或者1.102.1、1.102.2这几个版本，我现在试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块可能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你拉这个1.100.1这个版本还是 OK 的。然后啊，再给大家看一个稍微好玩一点的东西，就是 N8N 为什么特别牛啊？就是 DeFi 呢，它好多东西需要你自己做，但是 N8N 呢，它有大量的例子。来，咱们这个回到这里啊，回到这里，看啊，这个地方呢，点3个点儿，设置啊，我们把它保存下来啊，这个没问题。然后呢，有社区节点，你可以安装社区节点，比如说吧，这个它呢没有这个叫做什么的节点呢？没有这个 recent 的节点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搜索啊，浏览一下啊。到这里啊，它有一大堆的这个社区节点，你可以去这个使用去，对吧？比如说 N8N 的 MCP client 呢，它就是必须要用 SSE 的。你说我这个是 STDIO 的，你就可以用这个社区节点来去接啊，都是允许的。然后 PDF Kit 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啊。什么数据的验证，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YouTube 的描述的一些节点啊，它都有啊。这些节点我们它有一大堆的这个社区节点啊，还是很有趣的。这是一方面了，就是它的节点啊 ，Firecrew 这个是爬虫节点，对吧？它原来是没有的，你可以使用这个爬虫节点直接装上就可以自己用，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它里头我记得是有一个模板，对，它有大量人家给你做好的，对吧？这个 AI 时间的这个表生成，用这个 Gmail、Calendar、GitHub 和这个 Google Sheets 啊，用这些东西，它等于每天早上起来到点儿呢，你就把这些玩意儿都读一遍，然后生成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邮件呀，或者生成一个这种东西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它呢开始呢是每天早晨7点开始，然后呢先设置了一堆变量，然后去读邮件去了啊，得到今天的邮件啊，然后呢是这个得到今天的日历，对吧？然后呢这个到这个 GitHub 上去得到今天的所有的 commit， 如果呢是这个这个什么 author 的 commit 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这种汇集吧，然后再到这边啊，我们把所有的这底下还做了一个什么啊，到这个 GitHub 上还干了一个PR 啊 pull request 啊，把它读出来，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指标都 merge 到一起，然后再稍微的去这个把这个数据整理整理啊，写了个代码，然后就可以生成这个日志了。哎，生成完日志以后啊，就可以插入到一个Google Sheet 里边去啊，它是这么来干这个活的。然后呢，设置完了以后啊，还做了一个create sheet if， 就是如果不存在的话，我去创建一个，对吧？然后再去写一些什么头，就是把这个保证我们后边要去写的这个表格啊，在这要写的表格给它前头做好，
对吧？然后到最后去这个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 use for free， 点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import 进来，或者说我们就拷贝一个 JSON 文件，然后把它贴到本地，就可以直接在本地用了啊。你弄完了以后，只需要到谷歌云上去对这些节点做一个 OAuth 2的一个授权，然后呢，再在这下边为它的这个叫做什么为它的这个 AI agent 加上一个这个叫做大模型啊，然后就可以跑了。每天早上7点，他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你收拾干净了，然后告诉你说今儿你要干点啥啊？这个不是挺好玩的吗？就是它这种东西非常多啊，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啊。然后，下边非常非常多啊，还可以学习怎么编码，他教你每天的这个日程的每天任务提醒系统，然后是在 Slack 里边自动的给你发通知，对吧？它还可以自动给你发在 Slack 里头啊，它这些东西 AI Power 的这个股票分析，对吧？然后呢，跟这个 Telegram、Cloud 什么这些东西一起来去干活AI 的个人助理，它有好多这些，它几千个啊，应该是有3247个，大家已经做好的这些流程，你就可以直接用啊，还是比较好玩的。而且呢，你可以跟什么 Discord 呀这些 MySQL 啊、PostgreSQL 啊、Gmail 跟这些东西都联动啊，Notion 啊都是可以的。然后里头还有一些，反正还是比较好玩的吧。对，我最近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自动 AI 回复图片识别的功能，这种拿 AI N8N，但是 N8N 其实不太擅长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呀？它慢，对吧？你像刚才我写的那个，就是它虽然是很多的这个流程是分支的，但是呢，它是顺序执行的啊，挨着个都执行一遍啊，它并没有办法让它并行跑起来，而且呢，因为没有流式输出，所以呢，对于用户来说，它的体验并不好。就是你这边下了命令以后，你最好就是不管它了，然后待会儿呢，他给你写邮件或者给你发这个改数据啊，这个事儿是 OK 的。你要想坐这儿等它呢，这个效果其实是不太好的啊。不过这种可视化逻辑设计一复杂，后期根本没法维护。不会太复杂啊，这个还是可以的。我在做类似的游戏开发 Node 工具啊，应该也是挺好玩的。对，今天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哈？这个其实就是 N8N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你可以挂很多很多的插件进去啊，所以会稍微的复杂一点点。我的药还没装完呢，别装错了。线下聚会探讨的问题和答案发布出来，我们想听听啊，这个不行。问题呢我发出来了啊，但是答案呢没法给大家发了。本来呢是想总结一期去做会员节目的，但是最近玩 N8N 实在玩嗨了，就没空做了。我觉得以后咱们就还是线下见面吧，对吧？人家毕竟是花了钱来的，那么这个线下见面的内容就只限线下见面了，好吧？后边我会开始统计啊，就是哪个地方凑够10个人啊，咱们就换一个地儿接着干，还是收费啊。这次呢是199一个人啊，最后是17个人交了费啊。然后呢，大家来了以后，我们先去买了700-800块钱的咖啡饮料，这个叫做什么？水果什么点心啊，买了一堆，大概买了800多吧，因为有账本啊。买完了以后呢，这个剩下的钱呢是剩下了2500啊，然后我就发了个1500的红包啊，现场的人就可以抢这个红包。所以呢，大部分人呢是
这个就是花了1半的钱吧。然后呢，当然有多有少了吧，既然抢红包嘛，有些人抢了60、70块，有些人抢了100多块，对吧？然后还剩了1000块钱啊，剩这1000块钱呢，就是老范准备下一次去开线下活动的时候把它花掉，啊，基本上正好剩1000块钱。然后下一轮呢，可能是在天津来开啊，然后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月底，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但是具体呢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也要看说这个，天津到底有多少人，啊，然后天津能不能找到合适做类似这种活动的免费场地啊，这个还是要去找一找的。而且最近的身体呢不是特别好，牙疼啊，这个牙可能又该去治去了啊。这个治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老范用过 Replit 吗？跟 Cursor 比怎么样啊？没用过这东西。我这2天在用，但是感觉有点傻，在考虑要不要换 Cursor 或者是这个 Cloud Code 啊。这个好吧。这么热的天气，那天气热也不能就停止活动了呀，对吧？咱还是得折腾，而且反正走到哪儿开车或者打车，然后屋子里都有空调，应该没有那么费劲吧？好啊，继续。咦，我记得在这儿呢。我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使用 Cloud 的这个账号，所以我的这个 Cloud 都是通过 API 啊，或者通过比如 OpenRouter 啊，通过这种 API 来使用的，所以我没有用过 Cloud 自己家的这个 APP 或者网站，包括它这个直接用 Cloud Code 什么都没用过啊，这个比较遗憾，因为我的 IP 地址经常跳来跳去，所以我的账号早早的就被 Cloud 给封掉了，我也就懒得跟它费劲了。我现在呢 ，OpenAI 使用的是，叫什么呢？使用的是苹果扣费，啊，我在苹果里订阅了一个20美金1个月的，然后每个月会自动扣我20美金，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然后这个谷歌的 Gemini 呢，我是用的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儿子的这个EDU 的邮箱啊，就可以免费用1年，用够1年以后再说吧。因为我最近觉得它不香了啊，有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挺好使的，最近觉得还是OpenAI 的叫什么东西很好，就是 O3啊，非常好用，然后它的 Deep Research 非常好用，然后其他的呢是这个什么来着？其他的是这个Grook 啊 ，Grook，反正我也在用吧，但是呢，我应该用的是免费的吧，或者说因为我 Twitter 账号是1个月8美金的那种，对吧？也就继续用吧，反正 Grook 3让用啊，Grook 4现在还不让用，可能过一段时间，没准它就让用了的。我的 Grook 现在是用的它的API 啊，这个 API 呢，我是用的 XAI 家的啊官方的 API， 因为它应该还是比这个什么便宜啊，应该是比这个Gemini 要便宜，而且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我看看，你在用中转的 Cloud Code 啊 ，Cloud Code 我就没有特别研究。富盛在 B 站开了个号，经常发他硅谷的视频，那就发呗。我是在抖音上有时候会看到他，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叫滤镜开的有点太过了啊，就是我不相信他现在长得有这么嫩，
对吧？这个虽然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啊，这个不知道他现在英文怎么样了啊？我估计他到硅谷应该还是参加中国人的活动。他反正原来英文一般，就是他还专门花钱学过，就是上班的时候还花钱学过，但是好像感觉不是特别好吧。我是离开猎豹以后就没有见过他啊，虽然可能极个别的时候会通个微信吧，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再打过交道了。YouTube 上刷到9岁的台湾小男孩直播用 Cursor 写 Apple Watch 应用上架 App Store 啊，这个挺好的呀，这就属于是，这个热爱的人啊，这是没问题的。Cloud 我 coding 的实际体验没有 Gemini 和 GPT 好，很反常识啊。我是觉得现在 coding 的话 ，Cloud 跟这个 Gemini 2.5 Pro 差不太多。但是 GPT 确实还是要稍微差一点的，特别是你要在上面用 GPT O3 或者 O4的这种模型的话，太慢啊！这每次想半天。Gemini 比其他的幻觉还好啊 ，Gemini 的幻觉还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呢都是这个什么了啊？现在都是这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讲这话。就是都是 AI agent 啊，就是它会调这个搜索，只要你调搜索了以后，它就会把幻觉给你搞掉。2.5 Pro 和这个 Deep Research 天天用啊，这个我现在呢是这俩都用，但是呢2.5 Pro 每次这个 Deep Research 出来的东西都被我扔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总结的东西呢。有的时候不是我想要的啊，就是经常啰里吧嗦说了半天。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慢，对吧？这个 OpenAI 早干完了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这还在这慢慢想呢，这个是让我无法忍受的。我一般是这个叫什么呢？我一般是这个豆包啊，这个深度思考，然后呢 OpenAI 深度思考。Grok 深度思考和这个叫做谁呢？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Gemini 的深度思考啊 ，OpenAI 深度思考，我会所有都跑起来。跑完了以后呢，通常这个豆包是先出来的，但是豆包的结果呢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呢它会引用很多头条和这个抖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好多其实是错的。这块呢是有问题的，你如果是用这个叫什么呢？用 GPT O3 的话，它就会就是靠谱很多，所以我经常会用 GPT O3 去做这个信息源的验证，这个还是挺方便的。比如说吧，今天就有人在我的一条评论上写了，说那个他说这个你讲这故事是假新闻啊，什么故事呢？就是原来说有一个荷兰的中国女博士，对吧？这个怀孕了，就想着找她荷兰男朋友要这个彩礼，说你给我8.8万欧元啊，然后呢折合成人民币就是66万啊，这个数很吉利。你看我都怀孕了啊，这个咱们就要结婚了。结果她男朋友呢就直接就报警了啊，说我遇到诈骗了，对吧？然后警察就直接把他逮起来驱逐出境了。这个就是原来我还把这事儿当故事讲过啊，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可能过了，我觉得他那条应该也有个1-2个月了吧。今天有人说这是假新闻啊，后来我就去问这个叫什么呢？问 GPT O3，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假新闻啊？他说是的，他说这个事情呢，在荷兰当地的所有主流媒体上都从来没有报道过，对吧？而且呢，它的这个出入呢很大，就是里头有一些非常不严谨的地方。他呢最早这个事情是，也是一个 YouTube 还是哪儿的这个上面去说的，说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被国内的很多人去引用，然后这个故事就传开了，但是呢从来没有正规的报道。然后什么地方不严谨呢？说荷兰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保护妇女儿童的地方啊，这个保护孕妇的地方，就是如果她真的怀孕了的话，再怎么着也不可能把她轰出去啊，或者是一个拘留也好。
这个遣返也好，这种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跟当地的法律呢也是有冲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不知道。但是呢，从来没有严肃媒体报道过这种事情呢，就用 GPT-O3 去核实，就非常非常方便。所以我现在正常的工作是这样的啊，就是所有都干一遍，干一遍完了以后呢，先看豆包，看完了以后呢，一些感到比较困扰的地方啊，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吗？也有问题吗？然后再把这个 GPT-O3 的那个也看完啊，然后去到 GPT-O3 那边去做核实，然后呢，在补充信息的时候用豆包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时候他引用一些这种不是那么严肃的媒体的这种补充信息会比较好玩，而且呢，豆包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快，是吧？速度飞快的，它要比其他刚才我们说的所有这些的都快啊。那么这个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准备内容的一个玩法吧。比如说啊，我今天想去讲一个什么事儿啊，我呢先会去看一些文章，然后就开始提问题啊。我一般会写一个可能400-500字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写完了以后，然后同时把它们都丢出去啊，大概过个10几20分钟啊，这个各个的 AI agent 就干完活了，然后我再去阅读啊，可能再需要阅读个半个小时，或者有时候1个小时啊，因为他们最后总结的那个文案会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啊，我再去这个叫什么呢？再去到豆包上再去补充一些信息啊，把这些信息补充好了，开始做提纲。我肯定不会用他给我的提纲啊，因为我需要想一些只有我知道的东西，对吧？然后再补充一些提纲，然后再去录制啊，这是我现在基本上的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只要录完了以后啊，剪片子呢是我太太帮忙剪啊，然后呢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然后是这个后面从字幕再怎么变成大家看到的标题、简介这些东西呢？刚才咱们看 N8N 和这个叫做 DeFi 的时候，大家已经看过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还有维生素什么的啊，别着急，我看看。感觉这天气一年比一年热，以前没有空调也没感觉受不了啊。是这个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热了。Gemini 的 API 不是免费的吗？谁告诉你免费的？你可以不付钱啊，不付钱就是对你有很多限制。你像我现在每个月用 Gemini 的 API 的话，大概也需要花掉可能$10左右吧，因为我用 Gemini 用的还是蛮多的。通过苹果用 OpenAI 的 API 不是，苹果呢就是订阅 OpenAI 的那个 Plus 账号啊 ，API 呢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跳转，比如像 OpenRouter 啊，是通过这些跳转来去做的。因为苹果 API 的那个付费是中国的信用卡付不上的。好奇啊，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还是挺开心的啊，但是呢，这一次线下活动呢，有几个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吧。第一个呢是，一开始呢，这个没有拿出这个二维码来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它这个报名小程序是有二维码的，我一开始让大家去复制这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失败的。所以以后呢会第一时间把二维码拿出来，让大家去扫二维码去报名啊，这个才可以有人来。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我们其实没有特别找到好用的国内的这个会议组织方式吧，就是微信小程序的报名方式没有找到。其实呢应该用这个就是国内有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专门做微信打卡的，对吧？这个那个小程序干这个活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得试。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反正一帮人说，哎呀，我们来帮忙去做这个事情吧。但其实呢，最后还是要事必躬亲啊，每个事情都得自己把它搞定。
啊，这个等回头我再试一试有什么新的报名方式，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做。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收费，然后提问题啊，每个人提3个问题，然后现场呢我们会做一次自我介绍，然后我就开始回答问题。其实这一次组织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大家互动。我相当于是在现场开了一次线下直播，我呢把所有人的问题让 ChatGPT 给我做总结分类，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分类和总结的问题呢，做了3个半小时的连续回答，中间休息了10分钟上厕所，其他的时候就在不停的回答。所以这2天为什么总觉得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后再做的话，应该少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线下多互动互动啊。可以比如说提前设好主题啊，这是未来的一些设想吧。傅盛跟周鸿祎都更新了很多视频，那就更新呗，对吧？这个他们肯定没我更的多，因为我是日更啊。这个我用 Gemini 网页客户端啊 Flash 问他现在教皇是谁，他说是方济各啊。这个它是这样的，你要用这个 Gemini 2.5 Pro， 然后呢要告诉他搜索，你不搜索的话，它就会胡说八道，对吧？这个是不能乱搞的，就是即使是 Flash， 我估计搜索也是可以搞定的。2、3、4、5、6，还少一个。挺好玩的。之前谷歌搜索上面的 Gemini 说是方济各，下面搜索的结果是梁14世。刚才又试了一下，结果反过来了啊！谷歌搜索这个我就好久没用过了。豆包是不是用了缓存技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豆包就是里头，我觉得豆包是现在真的是国内最好用的这个 AI agent 了啊，这个非常非常棒。我儿子现在最主要用豆包，我太太、我妈啊都是豆包的忠实用户。然后我儿子他说他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同学里边也是主要用豆包。而且豆包的 1.6 Sync 模型还是相当好用的啊，效果还不错。然后我最近这几天把那个 Minimax 的最新的开源模型和这个叫做 Kimi 的 K2 的最新开源模型都跑了跑，没有这个 Grok 4好，但是呢，又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原来的DeepSeek V3啊，比这些东西还是要强了啊。所以国内这个还是在很卷很卷的往前走。哎，搞定，把所有的药盒都装好了。好，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来打个卡，欢迎啊！今天看 X 野卡 Wildcard 被端了啊，估计很多人的 API 用不了了啊。好吧，这个是比较痛苦的。我用的这个东西叫钱多多啊，那个还是挺好使的。GPT 会主动搜索啊，相比 Gemini 啊，体验好很多。是的 ，Gemini 其实你告诉他搜索，他也会去搜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会胡说八道一些。这个豆包跟通义定位有什么不同？其实他们俩定义是非常相近的，只是呢，豆包比通义好使。豆包其实比通义啰嗦啊，通义有的时候其实更像 OpenAI，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回答的不多不少啊。但是呢，有的时候通义的幻觉还是比较厉害。豆包呢，就是极其啰嗦啊，这个
因为通义后头没有自己的数据源，它只能是调别人的搜索，而豆包后头是有抖音和这个头条的啊，所以它的数据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虽然不是特别靠谱啊，但是还是比较丰富。GPT 只要钱给到啊，还是相当给力的。GPT 你如果买这个$200一个月的这个账号，肯定是极其给力的啊，这没任何好说的。$20的呢，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小遗憾的。至于说别的的话，编程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点啊。现在编程上，我觉得 Cloud 跟 Gemini 的体验已经相当不错了啊。GPT 还需要努力啊，还需要努力。然后，我等着下个月看看这个 Grok Code 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GPT 话术很厉害啊，它给出错误答案反馈回去的话，它会说是用户的。这个我觉得你不要太较真儿啊，这个人上都写了说我是 AI，然后我出的结果未必正确，你非要跟他较这真儿干嘛呢？好啊，那么我们今天药盒差不多装到这里了。你看，我们今天聊了一堆技术啊，没有聊吃的，对吧？这个没有开好周日的这个野餐会啊，这个也就如此了。Gemini 主力啊，我有一段时间主力是 Gemini，但是，从这个 Grok 4发布以后，我现在主力改成 Grok 了。这些代码工具都是今年出的吧？哪些代码工具啊？N8N 好像去年就有吧？N8我还真不知道。DeFi 是去年肯定有了，是不是前年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去年肯定有。Cos 也是去年肯定就有了。热的什么都不想吃，哎呀，这个哎，反正现在确实是很热。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工作愉快，再见。停止直播。